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，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？他们是情感导师于继进老师，欢迎于老师；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，欢迎品红老师；情感导师徐伟老师，欢迎徐老师；情感导师雷明老师，欢迎雷老师。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，各位请看。你真的太不成熟了。生活中什么事情都要依赖我，很多时候我管多了，你会嫌我烦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和你相处才好。小陈24岁，来自河北销售，有请。小李24岁，来自河北销售，有请小李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谈恋爱有多久1年多。都是销售，是一个公司的吗？对，我们是一个公司的。哦，在公司里认识的。我们是高中同学。这么有缘分吗？啊，是的。高中同学。对的。然后后来工作又在一个单位。对。谁先追的谁呀？是他追的我。那今天来的目的是啥呀？是这样的，就是我男朋友他是一个就是比较讲原则的一个人，对公平的话，就我觉得说夸张点，就有点是上纲上线吧。我今天来就是想让您还有各位导师，就是说能替我就说一下他吧。说怎么了？我给您举个例子，就是在家里的话，就是他负责做饭。然后我去洗菜、刷碗。有一次做饭菜比较多，我就是一边洗嘛，然后一边摘。然后我就说：“亲爱的，你过来帮我一下，我这个菜太多了，我洗的有点累。”他就说：“啊，不行，这个是你自己的事情，然后你要自己干完。”主任，我觉得他说的这件事情是我们之前就已经商量好的，就是说由他来切菜，然后我去做饭。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属于他个人的事情。他说菜多洗菜累，那他就没有考虑过说我炒菜的时候会不会觉得累。哦，他是这么个思维。不是，您看他一个大老爷们儿在这跟我抱怨说炒菜累。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了？我大老爷们就不是爹生妈养的吗？那我还是我爸妈宠大的呢。我上次说那个吃火腿肠炒饭，我跟他说嘛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啊，那你就去把火腿肠切了呗。”那他让我去，我就去了，是吧？那我切火腿肠的时候，我边切我就边想到说，我昨天的那个碗没刷，因为我昨天晚上可能不太舒服，我就跟他说。那你把那个碗帮我刷了吧，然后他就嘴里嘟嘟囔囔的。那次的话，那个碗是昨天晚上留下来的，他昨天晚上就应该去刷，然后他还没有去刷。他米饭的那个勺子，就米饭都已经印在上面了，那个勺子就已经特别不好刷了。然后他这个时候让我去刷，而且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属于他自己的责任范畴。是，责任范畴。那你这就是太计较了呀！你们家还有什么？责任范畴说一说，我听听。你像我们之前就是做家务会擦玻璃，他擦那扇的话，他擦的就比较快。他擦完了之后，他就在那儿就看着我擦，你能想象吗？我能想象。然后我就说，我说那个你过来帮我擦一下吧，他就不。一共就2扇窗户，咱们2个一人一扇，我把我那扇已经擦完了。这个时候我坐在那床上歇一会儿，你是看着我歇着你难受是吗？那你帮帮我怎么了？你如果这样想，那下一次我也磨洋工。等你来帮我擦，以后你们分工上面调整一下呀。你擦1又1/2块行吗？行，下次跟他重新分工。看来这小男生什么都，这你刚才说讲原则什么，我觉得他有点计较，你知道吗？对。那你这个钱什么你们怎么用啊 ？AA， 就是我们之前像公司的话聚餐嘛，然后有一次的话就是他去付的钱，然后他回来到那个桌子旁边，就当着很多同事的面跟我说：“你把那个钱给我转一下，就几十块钱嘛。”你说那么多同事，我多丢面子呀！丢啥面子？大家都知道我们2个是情侣啊。主任，这件事情可能是有点误会，当时大家喝的都有点嗨，然后我就没有说就是让原本拿钱的人去结。然后我就是直接去把钱结了，然后之后我得提醒一下大家，然后不能说打断大家的兴致。然后她作为我女朋友，然后我就直接和她说，来给大家提个醒。有脑子啊，这孩子！哎，后来钱都收上来了吗？收上来了，然后就是有2个人没给嘛，可能是忘了。然后到就是大家走的时候，在门口，然后我又和他就再说了一次，然后又跟他说了一次。啊，对，那不能说直接和人家要嘛。这个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
还好还好还好。但是他这件事到后来都没有跟我解释，我会觉得他很计较这件事情啊。而且你像他同事聚会也就算了吧，就我俩出去玩，有一次买冰淇淋，哎，我就想尝一口他那个，他就不给我吃。这为什么呀？不是主持人，你知不知道他那次要买的是什么冰淇淋？他是要买一个螺蛳粉口味的冰淇淋。我就觉得这种东西肯定不会好吃的啊，我就一直在劝他，然后他非要买。他跟我说，就是再不好吃他也会吃了。然后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成年人，就是要为自己说出来的话负责的。螺蛳粉的冰淇淋，对啊，当时就是好吃吗？我觉得一般吧，说实话，我觉得一般，所以我就想尝尝他那个啊，然后你看他说的就是就已经上升到一个什么原则问题，我觉得就是几块钱的一个冰淇淋不至于，就是说这么斤斤计较。不是一个几块钱的冰淇淋不至于，但是以后如果说涉及到很大的金额呢，就是说10万20万的，然后你也说要就要，说不要就不要了吗？那你要这样说，那我就没办法跟你这样继续说。他这意思是一屋不扫，何以扫天下？真是太可爱了。就是以小见大嘛，这不就这点事儿吧？还有的多呢，还有的多呢哈。你觉得你女朋友怎么样？她这个人就是非常懒惰，然后而且有很严重的拖延症。当着这么多人这么说女朋友，你注意后果啊！就是我先提醒你啊。行，你可以说了，你自己想清楚啊。刚才谁跟我们说的？成年人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啊。说没关系啊，说开始啊，我没让你说啊，你自己想清楚啊。好，就是说我们在家里边，就是垃圾的事情也是有分工的。就比如说我去下楼把垃圾倒掉，回来由他把这个垃圾袋给套上。然后有一次我和他说了，然后他还是没有去套这个垃圾袋，然后这个垃圾就直接往桌子上面摆。他当时是这样的，他让我套垃圾袋的时候，我正在就是忙公司的一些事情，他在这闲着，我就心里想的是，啊，你闲着你就先套了呗。但是他后来没套，然后我就看我说，啊，那等我公司的事忙完了我再去套呗。然后后来就给忙忘了嘛。那你说这次忙忘了，那有一次你那个衣服上面有点子，我帮你洗完之后，我说让你拿到楼下去晾一下，结果呢？你洗都洗了，你不能顺手晾了吗？我就挺好笑的，我觉得。主持人，你听听他说的这些话。如果说所有的事情都由我一个人去做了，那么我要他干什么？两个人在一起是为了就是说让一件事情变得更有效率，然后要有一个合理的分工的。不是更有效率，不就是自己倒完垃圾回来一就手就把垃圾袋套上了吗？把衣服洗完以后一就手不就晒上？你较我什么劲呢，兄弟？不是，主持人，这个真不是较劲，就是您可能是不太了解他这个人平时，就比如说我们平时工作的事情，他自己不做，然后要拖到最后一天，然后来磨我，来让我去给他做，然后这个时候他又不去看着，然后他就躺在床上去睡觉了，然后我是每次我给他工作到凌晨4点钟，就给他做完这个东西。那不是偶尔吗？而且你帮帮我怎么了？不是这个偶尔，那月末的绩效考核呢？你是不是每个月都要从我这边拿客户？我就划了他2个客户，你看他就这样，而且我划的客户最后提成下来的钱，他会精确到个位数，然后让我把这个钱到时候再结给他。就是说，我觉得如果说每一次他都这样，然后他以后会越来越去依赖我，然后觉得工作上会有我的帮助，然后他就不会去努力工作了。我觉得他这样的话，对待工作的态度是有问题的。所以你要激励他。对，所以我是要激励他奋斗。对，我不是说哈，对我不是在意那几块钱的事儿。他脾气好吗？他脾气不好，不好啊，他会特别暴躁。他生气的时候还会喊人。喊人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生气的时候会喊，就音量很大，而且他是那种就是他一喊就会直接给我整个人就是吓愣住了，然后我就会开始就比如说吓得就开始不想跟他说话了，然后我会就是会比较难过吧，会哭，就是这样。为什么事儿吵？挺多的呀，就很小的一个事情，就炒菜，我就问他，我说这个菜是要不要分开炒，会不会分开炒的味道更好一点？然后他就急了，就生气，就跟我吵。不是，那你又不知道什么菜放在一起好吃，什么菜放在一起又不好吃，你根本就不会做饭，你就乖乖在饭桌上等着我把菜给你端上去不行吗？我教了你，你又不会去做，我跟你说的都是废话。克制。你看他就急了，主任。而且，就是不管我会不会做饭，那我提点建议都不行吗？我就说一句不行吗？除了这事儿，还为什么事儿吵？那可多了去了。还有就是我们之前，就是出去逛街，我们都是开车逛街，然后回家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他就会突然掉头啊，或者是绕路嘛。然后我就会问他，我说怎么了？因为我在低头玩手机，我问他我说怎么了？然后他就说走不了。我再问就又急了。
谈了1年是吧？对。就把这恋爱谈这个琐碎啊，你们就这么过日子啊？对，我就觉得我跟他在沟通也好吧，就对话也好，都算上吧。我跟他说话，我每说一句话，我都要想半天。好吧，你现在想一想，这个男人最让你不能接受的是什么？最让我不能接受的，就我觉得他还会提他前女友。提前女友干嘛呢？我得这样跟你说，就是我们2个刚在一起的时候是。他和他前女友刚分手不久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聊的很多话题都是关于他前女友的。他手机里也会有很多他前女友的一些照片也好吧，截图也罢，就还有视频什么的，就挺多的。然后一开始就是说，我也没往心里去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是说这个男孩子他没有忘掉对方。然后到后来的时候，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就我刷朋友圈，因为我朋友圈会有很多女孩子，看到女孩子发照片，他就这样夺过我的手机，然后把那个照片点开，这样仔细的放大，您知道吗？就放的特别大，就只剩下5官的那种。然后他就看半天，就告诉我，这女的好像我前女友。那件事情只有1次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说这么夸大其词。而且那一次是我真的就瞥一眼，我以为真的是他，然后我想是不是这2个人其实是认识的，然后我就拿过来看了一眼，然后我看到不是，然后后面我也没有再提过那个人啊。他没提过，但是他会在吵架的时候提，就是他会提，就要这件事情换做我前女友，他就不会这么干，他会怎么干？您说他这是拿我在和前女友比较吗？我这是对事不对人，我觉得他这件事情这样做会比较好，而不是说我觉得你不如他，我是觉得你可以学习一下。学习你前女友是吧？不是说那不就是跟你分手吗？不是指姑娘，我觉得你今天可以学习一下他的前女友。我指的不是说非要学前女友，他只是单独的提了这件事情。而且，去餐厅的时候，他会跟我疯狂安利他前女友爱吃哪个菜，爱坐哪个座位。这我觉得也挺过分，挺不可理解的。我跟你说爱吃哪个菜，我只是觉得他平时点的多，然后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。然后至于他说的座位，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座位比较好，而且我现在的女朋友她平时是比较怕风的，餐厅里边一般都是有空调的，然后那个位置是没有风口，然后我觉得那个位置对她比较好，不会被吹到。还有吗？您看他这是在打着关心我的旗号。那还有其他的呢？就是之前朋友来家里玩那个真心话大冒险，到他了，他就不说他最爱的人是我，您知道吗？他说别人。当时呢，朋友都齐刷刷的眼睛。谁呢？一个其他的一个朋友吧，我也不太清楚什么关系，反正不是他妈妈，也不是我，是另外一个女人。我不太清楚。就我当时只是随便说的，因为当时都是朋友，然后他们都比较容易起哄嘛，年轻人。然后我觉得当时就直接这样说了，就是给他们起哄的理由。然后我又不是特别喜欢热闹。行吧，就你做这些事儿，要不然就是你挺讨厌不爱这姑娘，要不然就是你这人情商太低，什么都不明白。你是怎么了，兄弟？又自私又计较，那你为什么要跟他谈呢？当时我就觉得他对我挺好的呀，然后就和他在一起了。啊，行，那今天来要干嘛？再回答一次。我今天就是想，就是让您还有其他的各位导师，然后教训他一下。教训完了呢？教育完了就看他表现吧，如果能改的话就改不了。那改不了，那怎么办呀？我觉得还是不分手呗，是这意思吗？不知道，看他表现吧。看他什么表现啊？就还是要看他以后嘛，就是看他在生活里面会不会有改善。你平常跟他吵完架会哄他吗，小子？我会尝试去和他讲明白一件事情。吵完架不哄，讲道理啊？如果不是讲道理的话，下一次还会因为同样的事情去吵架。如果那你讲完道理之后，下次还吵了吗？下一次不会因为这一件事情再吵了。会因为其他的事情，是吧？最后你的教育成果就是他不再跟你吵架了，对吧？就是我不是说为了然后他就变成你的前女友，是吧？我不是为了。你是想要这个结果吗？我不是想要这个结果。那你想要什么结果？我想要说让他变得更好，而不是说不是他不好，对吧？我没有说他不好。他为什么要变得更好？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缺点，但是说每个人都应该。他为什么要变得更好？因为人学习是没有止境的，因为每一个人他只要就是活在这个世上，每一天他都要努力的去进步，而不是。你进步了吗？我进步了。你学习了吗？我学习了。你进步了哪些？你进化到已经说垃圾袋你倒完之后必须他套，他不套你就让那个垃圾在那儿臭着。我也没有说。这是你的进化吗？
我也没有说是吗？每一你告诉我，你回答我，这是人的进化吗？不是，这是人的学习能力吗？不是，但是那你是怎么学的呢？我你是怎么变得更好的呢？我是怎么学的？就是首先就是您就是跟您说一点，就是如果说我什么事情做的都没有很好的话，首先他也不可能和我在一起，这一点就是我想大家都是能够认同的。这个不一定啊，就是他有些姑娘就傻，越虐她越跟她好。就是他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，他是肯定是要把我平时的对他觉得就是我做的不好的地方，然后和您说出来。里边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夸大其词的成分？就是我现在不去商榷。较什么真儿啊？天天女朋友都快较没了，还在那儿较真儿。前女友为什么离开你？就是因为他就有的事情做不好，所以你就跟他分手了啊？对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再不提高，他也会跟你分手。所以是你提的跟前女友分手，还是前女友提的跟你分手啊？我和他提的。啊，就因为他事情做不好。也不全是吧，就是还有一些生活中的一些矛盾，然后觉得两个人不合适。跟现在的女朋友的琐事儿在一起一样吗？不一样。这一样吗？事儿可能不一样，但是事情的经过都是一样的，对吧？不一样，就是我和我那个前女友的话，大部分是因为性格上的不合适；我和她的话，就是一些意见上的不合适。你们俩性格合适啊？就是我的话就是比较激进一些，然后她是属于那种比较保守一些，然后两个人性格很互补。哦，还互补，挺好挺好。她就是这么跟你说的是吧？对。行吧，各位老师，看看吧，怎么帮帮这臭小子吧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不知道你生活当中是不是一直这样，你一直在讲道理，道理能帮助你什么？你可以欺负他，你咋不欺负你同事啊？哎，这你直接跟人要啊，你不是有原则吗？来，伸出手机，每个人付钱，你咋不敢啊？你那个时候不是也知道这个应该怎么处理事情吗？你不是也有自己圆滑世故的一套吗？对他就没了，人家吃个冰激凌上纲上线成，哇，这将来怎么办？那将来你们要真走到一起，他就是投资理财赔了1万、10万，你怎么着？你所有的原则就是自己舒服。我炒菜就这么炒，你多说一句，那就是你不懂原则。我看你在外边工作办事，挺知道整个的规则是什么，也挺知道替别人着想的。你就回家冲他呗，捡软柿子捏呗，欺负他脾气好呗，人老实呗。这么做有意思吗？你一个7尺男儿跟一个女孩子谈恋爱，就这么欺负人家呀？一点都不能包容啊！你可以对他没有那么喜欢，你也可以是个较真儿的人，但你不能欺负他老实，欺负他对你好，欺负他脾气软，这就叫欺负人，我看不过去。你还说什么我和前女友是性格不合，我估计人家前女友是因为有脾气。你就这样和一个女生谈恋爱，毫无敬畏，毫不尊重，你就能收获幸福吗？所以你赶紧醒醒吧，和人谈恋爱就尊重别人，不要自己认为什么就是什么。再说了，生活中哪有那么多原则啊？这不都是互相商量着来吗？不商量你就一个人过呗，爱吃什么吃什么，爱几点回家几点回家。女生，我们可以温柔，但是温柔不能软弱，软弱时间久了就是没有底线，最后受伤的就是自己。当他第一次说着我这冰淇淋你一口都不能吃的时候，你就应该知道这个男生他不会疼你，不会爱你，不会珍惜你的温柔。你再包容再温柔，在这里得不到应有的真爱和回馈，所以何必呢？这多难受啊！你就一直忍着吗？啥时候忍到头啊？找一个可以互相包容的人，这才是我们爱情之道。谢谢，谢谢老师。一开始啊一直在说这男生怎么矫情，明确家务分工等等等等严格要求。后来赵川问了一句说：“那你最不能忍受他是什么呢？”话锋一转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你这样一直对我喊啊，对我就是很没有耐心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继续跟你走下去了。你很让我没有安全感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亲爱的，今天4位导师和主持人和我说的话，真的是让我发自内心的是受益良多。我并不是想要去和别人怼还是什么，我只是想求知更多的答案吧。可能以前我对你的态度确实不是很好，但是我今天通过
五位的话，确实让我找到了对你以后对你的方法，对你以后我的人生方向。加油吧，谢谢你。来，请回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来看看这对年轻人是如何选择的，请开门。我也来，站到那儿去。一起见证属于这对年轻人的浪漫时刻。来，我们俩相处了那么长时间了，我觉得我对他挺好的，但是他一点都不理解。他什么想法都不和我商量，还觉得自己做得很对。这样的相处模式，我觉得我真的很难受。如果他一直这样，我觉得我们根本就走不下去。我觉得现在他很多做法直接影响到了我的正常生活了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小刘22岁，来自重庆，平面设计，有请。小刘22岁，来自重庆，文员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啊，都姓刘是吧？是的。还是高中同学对吧？是，那个时候的话就觉得他挺细节的嘛，就什么都为我着想。当时我知道他可能有一点那种大男子主义，但是我就觉得他什么事情都能安排得挺好。然后后面慢慢了解，然后就在一起。在一起了之后吧，我就发现他什么事儿他都觉得他要为我着想，不在乎我的想法，他说什么就是什么。然后我的想法就一点都不作数，就感觉他的世界里面只有他，没有任何人。就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吵过架，但是我觉得第一次最严重的吵架是，我当时和我的朋友就约好一起要出去玩，那是一个就约了挺久的局了。然后我当时出去玩也挺开心的，我就告诉他了。结果他当天晚上他就给我来了个电话，他就说明天9点钟的时候让我准备一下去奥陶纪，就离我们那儿大概有100公里这样子。然后我就给他说我可能大概回来很晚了，第二天我可能起不来。他就说吧，不管，必须要按时到。但是第二天我就手机没电了，忘充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大概就过了20分钟的样子，然后我就给他回过去。我当时也很着急，我就说不好意思，我确实是睡过了。然后他就给我说他们已经走了，就让我自己想办法。因为你想去，然后我专门为了你组织了一起的朋友去奥陶纪玩，然后因为你自己晚了，我给你打电话，然后你电话也没接，我就只有先走了。你不能让他们先走，你等一等我吗？我可以等你啊，但是难道让我们一车的人等你吗？那行，你就算你必须要和他们走，你为什么晚上回来的时候就不可以好好的跟我说，哄一哄我呀？我本来晚上是回来是想哄你的，但是我一进门，然后你就对我又吵又闹的，那我就必须得给你讲一讲道理了呀。但是首先是因为你没有在乎我的想法，你自己做决定。我有几个问题想问啊，就这个事儿，你想去吗？我想去。为什么不能叫个车去呢？不是，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和我商量，自己就决定了这件事儿。我知道他走了吗？没问题啊，你自己。而且他后面他们走了之后，你能不能叫个车去？我不可以叫一个车去。OK， 因为这是他的问题。那是你的问题嘛？你不叫车嘛？同样的问题我也问你啊。既然是因为女朋友要去玩，所以组织的朋友去的，对，能不能先让朋友们去了之后，您自己开个车或者叫个车带他一起去啊？我后面其实为什么不行呢？而且既然已经打电话，为什么不能上楼去敲门呢？显然也没什么诚意，所以都别说在这问题上，说什么呀？不光是这一件事，那就往下说。有一次我身份证不见了，当时我就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哪天陪我一起去，但是我们也没有约定是具体哪一天。然后当时我一个就不在重庆，然后但是认识了很久的朋友，他就过来。那天周一，我就和他就在外面一起玩的时候，他又给我打电话过来了，说我必须立刻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他要带我去办身份证了。
而且他不是这种好好的语气跟我说的，他是特别凶，就是那种发怒的声音跟我说的。我朋友真的在旁边听得一清二楚。为什么要去办身份证？是因为我们下个星期要出去玩，然后这个事情很严重，然后你给我说，然后我把手中的所有事情推掉，陪你办身份证。我说叫你马上快来，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问题啊。但是你也没有和我商量一个时间呢，你的时间是时间，我就不是吗？我推掉了我的所有工作来陪你，因为我认为这个事情很严重。好，这件事儿我们听明白了，先不做裁判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，姑娘？他最严重的是我，最严重的来了啊！我当时就我们毕业旅行，就按理说应该很高兴的一件事儿。我说这次出去玩，你一定要和我一起商量。我们商量完了之后，然后我们一起决定去哪里。好的。然后他就答应我。结果我们当时商量的时候，我就说好想去西藏玩啊。他就说对。然后我就觉得他肯定就懂我的意思了吧。出发也是1周以前，他就跟我说，那我们就准备下周出去玩了。我就问他，我说那我们去哪里啊？他说我们去青海呀。我当时头都要爆了。我为什么说去青海？是当时你没有给我一个很肯定的回答，说你要去西藏。后面我就根据我们的经济和时间的情况，然后我就安排了青海之旅。然后在青海的过程中，你也玩得很舒服，难道不是吗？我是玩得很舒服，但是我根本就不是想去那个地方呀。我玩得很舒服，是因为既然我们都已经去到那个地方了，那肯定玩的时候就要好好玩。不是你想去哪儿，姑娘？我想去西藏玩。那你说了吗？就我给他暗示明示都。你到底是暗示了还是明示了？这是2件事儿。都有。听小伙子的描述，他只暗示了，对吧？是的，而且他也没有为我们的经济和时间考虑。所以这不叫商量嘛？商量是说，哎，去西藏行不行？不行，为什么不行？因为咱没钱，咱得去青海更好一些，这叫商量啊。那行，那去就去了吧。最后回来的时候，坐飞机回来还挺正常的吧？他说，我们回来就坐火车回去吧。然后也不和我商量，也就把票就买了。因为当时我们玩完过后，自己的经济状况，其实我是没有给你说的，但是我自己最清楚。为了节约成本的情况下，我就直接把火车票买了。第一是我是想快点回到重庆，我们2个，然后我也是想，万一票然后卖完了这种情况，我是想早点我们回来。好，那我当时毕业了之后，我就说考研，我准备，然后你就说我什么？说我没有工作。你是什么意思呀？我觉得我们毕业过后就自己应该自己做一点事情，难道你就应该自己在家，然后拿着父母的钱，你这样会安心吗？那我用你的钱了吗？你这样说我，你心就不会痛吗？我心为什么会痛呢？我真的觉得我也是在为我们2个的以后考虑啊。那你也不能不和我商量，他就直接让我去他朋友那里，然后交小朋友。其实我根本就不想这样做，我有自己的思考。但是他就说你那个必须要去，因为你现在没有工作，他也不和我商量这些。那你去了吗？我去了。哎呀，你还真是逆来顺受，你别去呀。就说到这个去了，我更生气了。去了，回来就还是工作完了之后还是很累嘛。大家都想回家休息。他又说让我必须要和他一起去参加朋友聚会。你一直在说你工作上这有不满意，那有不满意的。我的朋友一起跟我聚会，然后如果有这合适的那合适的，说不定你就可以去了呀。是你想我去，不是我自己想我自己去，你也没有和我商量过呀。哎，我问一句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你。我问一句，你想做什么呀，姑娘？我肯定就想继续学习呀，我一直在跟他说。那你就说我要考研嘛，不就完了吗？可是他说话就很难听，他说他能考研吗？我看不出来他有任何努力的行动，我才会让他出去找工作。这是核心关键是吧？男朋友认为是吧？说你说要考研，我看你天天这个除了吃就是睡，除了睡就是玩，差不多是。OK， 好了，明白了。姑娘接着说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断你。你这样你也应该和我商量一下，对吧？而且就我们在外面租房子，有一次我就没有去上班，然后白天的时候我就在家看电视吃瓜子儿，然后突然那个门锁就响了，结果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是他妈妈来了。哟，我当时我都懵了人。
就是他妈妈为什么平白无故就来了？因为我妈妈是给我一个电话沟通，说想来看看我们，因为我妈有我们家的钥匙，然后就来了。然后我也是没有来得及跟你说这个情况。你没有给我来得及说，但是一来还来好几天，这你也没有和我商量过呀。我觉得我妈就是你妈呀。那你也不能不尊重我吧？其实我那你有想过，在你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妈是怎么照顾你的吗？那你有想过，其实有时候我还挺尴尬的吗？你知不知道？你这样就感觉……行了，我现在能插嘴了，姑娘。这个现在你还在教小朋友吗？就不教了。啊，不教了哈。对。那你在做什么呢？现在我就还是准备考研。那不是还是男朋友随了你的心愿了吗？可是他什么事情都不和我商量，他的问题就是不和我商量。好，那你要怎么着吧？我希望他就什么事儿都能和我商量，就不要自说自话这样子。好，自说自话这个词用的特好。你怎么回事啊？其实你干嘛老什么事儿都给人做主啊？我认为我做事情的话，比他更具有规划一点。你认为的只是你认为的，兄弟。你喜欢这姑娘吗？喜欢。爱她吧？爱。想娶她吧？想。想保护她吧？想。想给她安排的妥妥帖帖的吧？也想。啊，想她什么都听你的吧？想。你看，最真实的是你想她什么都听你的。你哪知道这姑娘长大了，开始学会反抗了呀？今天谁要来呢？今天是我要来。来干嘛？来解决这些问题。我就告诉你说，她一辈子就这德行了，你还要她吗？不行，她必须要改。改不了了。那我要考虑一下。她现在在你的心里是不是就差一点，这个就几近完美了？对。这世界上哪有完美的人呢？她完美了，她为什么要跟你在一起呢？所以这个背后仅仅就是你所看到的，说，哎呀，为什么她什么事儿都跟我做主？其实这里面是有一个互动关系的。到底是什么？你们听听老师们怎么说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姑娘，你是真想考研吗？是。我真的为什么想问这个问题？我见过某一些孩子，其实我会发现他们考研是为了逃避工作，为了逃避困难，为了逃避人际关系。一个真正想考研的人，要不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学业变得更好，自己的知识面掌握得更宽，未来就业道路会更宽。如果你真的是为了这个的话，你的男朋友让你去工作，你恰恰应该更开心才行。因为考研不仅是在学习上面有更多的增长，考研还有更多的是人际互动。所以我刚才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，你是真想考研吗？如果只是为了逃避生活、逃避困难的话，你考研没有任何意义，未来还得面对真实的生活，因为生活就是困难重重的。所以回到根本，我觉得与其让你男朋友改变，不如你自己改变一点啊。你刚刚说只要男朋友改变一点点，遇事跟你商量，你们的生活就美满了。那你跟他商量不就好了吗？你反过来安排他就好了呀。我想去西藏玩，告诉给他大概预算是多少钱，我们要怎么样去安排。你有大把的时间啊，你可以来啊。我问一个问题啊，那次去青海玩，谁掏的钱？他拿的比较多。他拿了多少？他拿了可能2/3。他拿了2/3，你拿了1/3，那你知道要花那么多钱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，那也就是你根本没有参与进来啊。我们去玩一趟，机票得多少钱？出去玩住宿多少钱？我们玩5天和玩10天价格到底多少钱？你通通都不知道，你只是掏了一部分钱，你就认为这就是全部了。你今天在台上一直在说，我希望我男朋友尊重我一点，但是你全程上下做的都是，我就在这里听你安排，我听你命令就好了。特别是身份证的事情，如果你真的那么着急，应该你自己主动去办啊！你有时间，为什么非要让他陪呢？成年人要做什么？就是2个人共同承担起自己应该有的那一份责任。所以你要承担啊！你不承担，你永远不能依靠他；你不承担，你永远会觉得你的生活不如意。同样对男生来讲也是一样的，没有那么完美的万事听你话的女人。如果一个女人真的听你话了，你可能就不要她了。所有都听你安排了，那不就成木偶了吗？你真想找一个木偶吗？这个女孩你喜欢她，不就是因为她偶尔要叛逆一下，偶尔要反抗你一下吗？所以彼此都想想，如果真的想长久下去，不如好好的每个人欣赏一下对方的缺点，
因为未来生活是要你跟对方的缺点共同生活的，不要对对方要求太多，反而去问问自己，你们就能过得更好。谢谢周老师。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啥事儿都干了，啥好都没落着吗？就是因为你首先考虑的是我想要干什么，而且你会认为说我的女朋友就像是我的粉丝一样，然后我只要喜欢什么，她也会无条件的喜欢。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这种心态。其实转化来讲，我觉得就是一种控制欲，你太想安排自己爱情的节奏了，所以就会导致这样的局面。而你女朋友呢，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啊，其实你的心理年龄远远低于现在你的实际年龄。你看你今天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她不跟我商量啊。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置换成小孩子的语言就是他不顺着我的意思呀，我要吃糖，我妈妈就是不给我吃啊，其实就是这种感觉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你是一个很挑剔的人？去青海玩就真的那么不好吗？其实玩的也挺好的，但是你总是能够把这个旅途当中稍稍有一点不顺心的东西拎出来，把它无限的放大。好的那些选择性的就忽略了，天长日久你会变得非常不可爱。因为我注意到啊，为什么他一直在安排，是因为你不会安排。我们家庭当中谁都出去旅行过是吧？订酒店，然后走哪条线路，这都烦死了。你又想省麻烦，又不想动脑子，又想享受这个生活当中的各种便利。你享受完了之后还说人家安排的不好，没跟你商量，我觉得这有点得了便宜卖乖的感觉啊。小到出去玩，大到事业的选择，是要两个人共同商量，共同一起去承担的。如果你永远是保持这种像小孩子一样这种娇嗔，然后把所有的出力的受累的活都推给他，最后还来一句说你不跟我商量，你讨厌，慢慢的你会掉队的。当那有一天男人会发现跟你在一起很辛苦很累的时候，那其实这就是这段爱情的终点了。所以我是觉得你多参与一点，然后多辛苦一点，其实对你的未来，对你的在爱情当中的成长是特别有帮助的，好吧？谢谢苏老师。小刘姑娘，你就属于典型那种特别事儿、特矫情的女生，怎么着都不行。上下嘴皮子一动，哎呀，多美呀，布达拉宫。是啊，我还想去月球呢，我有钱吗？凡事都有两面性，你知道吗？就曾经在我们这个舞台上，有那个结婚多年的夫妻，这丈夫抱怨妻子：“哎呀，你看他年轻的时候，纯真无邪，小鸟依人。你看现在怎么这么幼稚，然后又黏我，还不懂事儿呢？这就是两面性啊！我曾经爱惨了你这种小鸟依人，可是到了时间长了，就会发现怎么这么粘人呢？你当时喜欢他，不就是喜欢他？他什么事儿都能为我安排。同桌的时候你就欣赏他为你安排，然后谈恋爱了你就说你怎么都不征求我的意见呢？那他为你安排的时候呢？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性，它有好的那一面，翻过来就有不好的那一面。你不能只接受它好的时候，不接受它不好的时候吧。所以就这两点，第一点就是沟通，情侣之间的沟通非常重要。你不能一上来就说抱怨，你怎么这么不懂我啊？我当然不懂你了，我跟你才认识多长时间，我爸我妈还不懂我呢。想要什么，想要让对方为你做什么，你希望对方怎么样，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地说出来，这就叫做沟通。第二点，就是我们要接受一个人的两面性。他对你好的时候，你接受他对你不好，但是他依然用这一个点来对你的时候，这个点展现出不好的时候，你就说你是不爱我了，那这就是你矫情，你的不对了。谢谢。谢谢莎娜老师。我看《小王子》这本书的时候，就觉得很奇怪，那小王子对他星球上那个玫瑰花特别好。是正常的恋人吗？没有，根本就不尊重，这谈什么爱呀？一起进入真情60代。我承认我许多事情
然后也在为你做主。但是我觉得在以后的生活中，我会尽量让我们一起参与，比如旅行的计划呀这些。我觉得我确实可能是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想法里面，然后一直都听你给我安排。我就像那个温室里的花朵一样长不大，这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希望我们以后还是多交流吧。我会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，然后也会听一些你的想法和感受。我也会什么事情都与你一起商量，然后为了我们以后的未来共同的努力。谢谢两位年轻人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，谢谢你们，请回。来，请关门。我们看这对小朋友怎么选择，有没有想明白？请开门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我发现你说话根本都不算话，你知道吗？刚才说的什么？最后一起商量，平等对待。你干嘛了？站着不动。来嘛，你来嘛，你来拉我嘛。你干嘛不主动啊？你也可以往前走嘛。这种惯性思维没办法，改改吧，不能再这样了啊！来，一起见证属于这对情保鲜剂。有网友提问说呀，我和女朋友呢在一起快4年了，2个人呢一起考研，并且考到了一个城市，但不是一个学校。我们俩都很忙，1个月才能见1次面。那每次见面呢，也只是一些公共话题，感觉我和他疏远了很多。还有几次见面也是因为他导师找他，所以推掉了，感觉自己不再被需要。他的生活有我没我一样可以很好。现在我们俩是不是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呢？你感觉他的生活有你没你都是一样，那在他看来，可能对你的感受也大抵相同。因为你们2个人刚刚开始了一种新的相处模式，你们2个人刚刚开始研究生的学习，那么新的学习任务对你们2个来说可能压力都很大，势必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新的这个学习当中，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学会及时的去面对这些发生的改变，也要学会调整自己，接受新的相处模式。要再一次感谢4位老师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，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谢谢大家。